这边也是一个连锁店，然后历史蛮悠久的。它是一个6层楼的建筑物啦。刚刚主要是先去4楼，它就是比较品相好的二手相机，看一下价格，大概就是跟那个日本跟台湾的薪资价差一样，大概是1.5倍。然后有各种背带和一些小吊饰，所以如果你来这边，你是可以特别来逛1楼啊，买它一些配件。55是，就是之前大家讨论说坂本龙马代言过的，坂本龙一代言过的那台。刚刚就是原本看到了一颗就是 SNC 的28NF 3.5，它应该是状况比较不好的 B 级品，所以它只卖7700日元。那我刚刚想了一下，就觉得这趟真的有点花太多。这个是 Canon， 从 A1、F1 到 A1 都有。家里那台很少见的路来 Flash SL35N 啊，这边都有。这边到底还有什么找不到？2024的4月，这是我第3度造访东京，第一次来员工旅游，第2次是跟女朋友来，而这次虽然也是跟大学朋友一起，但有许多时间都是我一个人独旅。想当然有这个好机会，一定要来逛爆最爱的底片店家，于是就有了这个企划。这回主要会造访6间位于东京的底片相机店家。分别为新宿2间、自由之丘2间、中野和银座各1间，最后再加码介绍1间位于涩谷的底片冲印行。为了让观众们有一个具体的参考指标，这次我会分别以商品价格、品项丰富度、店家特色和交通便利度等指标作为评分标准。要注意，这是我的个人主观评分。如果你实际去过这几间店家，并且和我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当然一切都以你为主咯。由于第一次在日本录影，整个人的状态还没有暖机，所以也特别拉上我的大学同学阿里平，跟我一起前往第一个点，也就是位于新宿站东口的北村写真机店。这边也是一个连锁店，然后历史蛮悠久的。它是一个6层楼的建筑物啦。像大家常常提到什么优都巴西跟 Map Camera， 就可能不会特别去，因为有听到一些人说，其实里面的底片相机的选择没有很多。只是刚刚有稍微问一下店员，因为我们看到上面有写说禁止摄影。然后我们有跟他表明一下来意，说想要介绍，但还是觉得说没有办法在店内拍摄，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讲一下。刚刚主要是先去4楼，它就是比较品相好的二手相机，看一下价格，大概就是跟那个日本跟台湾的薪资价差一样，大概是1.5倍。比如说我之前买的那个 Pen ES 那种半格相机啊，或是 Pen F 啊、GR-ES， 大概真的都是台湾的贵了1半以上。你是想要来捡便宜的话，这边是真的没有。那3楼的话是所谓的 junk camera， 就是一些瑕疵品、病品，它就有分，有些是故障品，就完全不能用。那有一些就是它单纯是外观有瑕疵，可是功能还是可以做动的。但我们看了一下，大概这种病品呢，都还是跟台湾的品相好的二手差不多。但我们刚刚去看了它的1楼，有一些底片和一些相机配件。底片的部分也好像没有特别便宜，那因为我们今天还会再去别间店嘛，想说先稍微保留一下，有可能那是他们的固定售价。但是配件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过来看一下。像我头上戴的这个不是，这是我之前上一次来东京去涩谷买的。但这间店里面也有卖很多路来他们的商品。然后像我刚看到有 T 恤啊，然后和一些包包什么的，然后有各种背带和一些小吊饰。所以如果你来这边，你是可以特别来逛1楼啊，买它一些配件。但如果是要买相机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新宿这边就有更好的选择。楼上有一些它是那种徕卡比较高价的相机，我就没有特别去看，因为那应该是不是我会手背的范围。因为我有听朋友说来日本买徕卡算相对划算啊，如果你是特别想要狙击徕卡的话，或许可以来看一下。那他们也有提供一些像相机修理，或是你可以带你相机过来这边卖二手。北村写真机店于1934年成立，全日本目前共有400多间分店，号称世界第一相机库存。他们也有网络商店，可以选购商品。整体来说，二手底片相机价格偏高。在这里也附上我当天造访时在店内随手记下的几台相机价格，提供大家参考。若当成是相机博物馆的话，会非常值得。比较特别的是，北村还有提供少见的营业相片冲洗服务，有兴趣的人可以尝试看看哦。那一开始在想说这个企划想要给它一个很酷炫的名字，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东京底片纠察队。然后结果上次我就去自由书会跟老板聊天，然后老板就说他觉得叫纠察队的名字有点太攻击性了，就好像在讲人家哪里不好之类的，就改叫做东京底片观察员啊。这个中古卡梅拉 ，use camera mark。2楼。绕过JR新宿站，来到另一边的西口，
接着来到的是新宿中古相机市场，店家外观比较不起眼，要从一个很小的电梯上去才会来到店门口。店内空间非常狭小，相机摆放的也很密密麻麻。他们贩售的品项主要以60到80年代的日系老旁轴相机为主。令人惊奇的是，在这里可以挖宝到一些台湾比较少见的品牌相机。这边其实不贵，因为这边跟我在台湾看到一些，那上面写什么？它上面有特别写一些品项什么的吗 ？SNC， 我有35 F2这个23000，英尺54，就是之前大家在讨论说坂本龙马代言过的，坂本龙一代言过的那台。刚刚我问了一下老板，他说这台金尺54G啊，它的功能是正常的，只是镜头有点发霉的，拍出来不是非常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价格好像小贵了。好贵对啊，这个4万哦。这个是什么啊？这好像在9000块。这应该不是，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应该不是110相机吧？我没有拍过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应该是真的能拍的，上面有光圈环。像这个就是半格相机，我觉得这次来也是想要找这种半格，好多。我们刚刚去完那个新宿中古卡梅拉市场，就是出来啊，然后就不小心败了一台相机，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去北村嘛，然后这2间店就有非常大的区别。刚刚北村那边的话是分的比较严明嘛，他们有什么全新区什么区，那这边就是那个它架上基本上。他好像不太会写说这个它的状况是什么，他就只是写品名和价钱，但他也是有一区那种丢在地上，然后跟你说这些都是坏的，然后看你要不要当零件机自己回去处理这样，对吧？然后刚刚就看到这台理光的 Auto Half S1，因为我之前就有一台理光半格机就有点问题啊，然后刚刚就看到这台它是有闪光灯，然后又是直接对无线源翻焦这样，然后问了一下价钱，它大概是13200日币，折合台币，因为现在日币比较便宜。这好像也不到3000块，既然难得看到比台湾便宜的价钱所以就买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宿中古相机市场，消费是没办法退税的，并且底片胶卷选择也很少，柜台摆放的只有基本的富士和柯达负片，价格也没有特别便宜。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单纯来挖宝低价二手底片相机的好去处，因此价钱部分可以给到5颗星满分。交通位置因为不像北村位于宽敞的大街上，需要稍微穿进小巷才能找到路口。因此，这里我们给到4颗星。接着，从新宿三丁目站搭乘副都心线，前往稍微远离东京市中心地带的自由之丘站，稍微步行几分钟，就会来到下一间我们的目标店家——虎派相机屋。虎派相机屋店面不大，但却给人一种温暖的氛围。底片相机其实只有一小柜，并以玩具相机和双眼相机居多，也有贩售一些底片胶卷。例如台湾比较买不到的富士 Premiere 400，虎派经营的风格有点像是台南悠悠美那样，贩售许多与相机相关的文创周边小物，例如相机背带、手腕带、纸胶带，以及从1936年开业至今曾推出过的几款纪念款服饰等等。甚至他们还推出了自己品牌的玩具相机组合，非常懂得品牌行销啊！我也在这里不小心手滑买了几张贴纸和小收纳包。而虎派相机屋的柜台也有提供底片冲扫服务。蛮特别的是，只要购买他们店内专属贩售的一系列底片，拍完后将底片带回来店内，还可以附送免费冲扫服务，等于底片本体的价格只要约1500日元左右。以日本来说，算是非常划算的冲扫价格，我认为也是非常聪明的行销策略。那因为我这次前往日本的天数很短，而这次在虎派送洗2卷底片，最快只要1天就可以拿到成品。他们可以选择要用 LINE 传送或是 USB 随身碟的取现方式。在这里也附上我实际冲扫大档的价格单和照片成品参考，非常推荐来东京快闪的朋友们可以来这里购买相机周边和送洗底片。总体来说，虽然地点稍微偏僻，但却是我这趟行程中最喜欢也认为最具有特色的店家哦。从虎派相机屋回头往自由之丘站的方向继续步行10分钟，就能在大马路旁找到当地的另外一间知名底片店家三宝相机。三宝相机店原本坐落于学域大学附近，但2024的3月刚刚搬迁到自由之丘，在原址时可说是当地学生和摄影师的爱店。店内不仅有底片相机，也有贩售数位相机，店面给人的感觉相当明亮。这里所陈列的二手底片相机种类以中高阶等级为主，例如徕卡、Contax 等等，
架上甚至还有一台许多底片玩家梦寐以求的135宽幅相机富士 TS1， 各种品牌的镜头群也不少，也有少量的傻瓜相机以及一小柜的零件摆饰机。在结账台对面的商品柜，有着许多在其他地方完全没有看过的底片胶卷，旁边还有一些电池配件和绝版片壳做成的钥匙圈。我也决定在这边买一些带回台湾送给频道的伙伴们。总体来说，三宝的相机数量约莫在北川和新宿中古市场之下，但品相都十分良好。而如果想要尝鲜没有拍过的底片，也可以特别来一趟，他们也有提供和补拍相机一样的底片冲扫服务。只是当下因为我手上没有拍完的底片可以送洗，所以就没有体验到这个部分了。最可惜的大概就是交通吧，他们会在比较偏远的车站，又离地铁的位置不近，因此交通便利度的方面只能给到2颗星。我原本想说今天可以早点起来去中野的富士屋相机然后去那边晃晃街拍一下，然后因为富士屋10点才开，结果睡到10点半。我跟我朋友来，然后他说我怎么样叫都叫不醒，我设超多闹钟。位于中野的富士屋于1938年成立，为日本最具指标的中古相机店，甚至发展出专有名词“中野价格”。店面主要分为2层，一楼主要陈列数位相机，2楼才有部分贩售底片相机，但有一半是数位相机，尤其是富士的 APS-C 和中片幅数位机非常齐全。就连在台湾已经断货的 S1 和 S Pro 系列，也能在这边看到好几台中古机身。底片相机则以 Pentax、尼康、徕卡单反机身和镜头为主，品项多为 B 级实用机，而且这里也有非常多底片胶卷可以选择，应该是这次造访的店家中款式最多的。一般彩色负片、黑白片和电影片应有尽有。柯达基本款的价格也很平实，不过因为单眼比较不是我这次的锁定范畴，但整体观察下来，底片相机的价格大概是介于新宿中古市场和北村之间。而如果是想要购买富士数位相机的话，价位换算下来，其实也没有比台湾的正常二手行情来得更加优惠，反而有部分的机型还比较贵一些。但好处是这边可以现场买到在台湾断货的二手机身，不用怕遇到诈骗或是炒作价格的状况。店面也有贩售不少的副厂镜头可以搭配。总体而言，富士屋的底片相机大多为单反，品牌选择上也比较有限，但底片胶卷的划算价格和丰富度弥补了分数。这边也提供底片冲扫服务，并且似乎只要2小时就可以取件，推荐给有紧急需求的朋友。交通部分，只要从中野站往扫某商店街方向步行3分钟即可抵达，可以说是相当方便。那来说一下，我刚刚就是原本看到了一颗就是 SNC 的28NF 3.5，它应该是状况比较不好的 B 级品，所以它只卖7700日元。那我刚刚想了一下，就觉得这趟真的有点花太多，尤其是底片的部分，真的价钱很可怕。因为我刚刚买了一卷那个昭和底片、Showa 底片，就是那种日本国内限定贩售的，大概就要3200日币了。对，所以我这趟可能就富士屋先买底片这样子。除非我真的在回国之前真的很扼腕，觉得说要把那个镜头带走，我再过来试用一下这样。刚好说我这趟来主要是要看底片相机嘛，所以我刚原本没有想要去富士屋的1楼逛，结果呢，我刚刚就是想要进去简单快速看一下，结果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大家知道Sigma DP 嘛 ，DP 系列，就是他们是用一个蛮特别的感光元件。然后我刚进来，我在那边看到，就之前好像我都 OK 他们有介绍过嘛。我是在台湾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在卖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富士屋1楼看一下那个 Sigma 的相机。OK， 今天是我来东京的第3天，我们现在来到地铁新宿一丁目站，然后要来开箱我们这趟最后一间要跟大家介绍的底片店家柠檬社的银座店。然后今天的东京超热的，昨天其实有下一点小雨，然后也阴阴的，今天整个就是热爆，好险我没有穿外套出门，不然现在应该中暑了。我现在在8楼柠檬社的门口，刚刚真的是蛮尴尬，因为它这边1楼进来真的就是一个完全是教会的地方，然后有一堆人，就是一堆老人家，看起来就是来做礼拜还是什么的，然后在他们之中穿过去搭电梯上来8楼，它是真的在一个教会里面8楼的，就是柠檬社相机店，就大家来的时候就是不要迟疑，直直的穿进去这个教会，上楼就是相机店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去看看吧。1983年成立的柠檬社相机，本店位于银座区，以贩售中古相机为主。有二手相机收购的服务，各种品牌的相机品项非常齐全，旁轴、单眼、傻瓜相机等类型应有尽有。店内摆放电脑，提供顾客查询商品，
同时也贩售一小部分的背带配件、钟表和文具。他们光是傻瓜相机品相都超齐的，像有一个 TVS 啊，这些 Capios 25都是我之前用过的。这边随便每一个款式都有2-3台。这边看起来就是半个相机区啦，Canon 的 Demi， 然后理光 Auto Half 啊，还有一些像是 Olympus 的 Pen 这边都有。价格上面其实换算下来也是台币大概2-3千块啦，就大家自己选择咯，因为它也是一些 BC 级品，不知道实际上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是阿格 C3， 就是哈利波特那个砖块机哦，这边也有这个少见的相机，然后这台啊长得很特别，有圆圆的镜头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啊？这是东德才式的尾拉，那绿色版本号称就是小青蛙，因为它的特色是镜头盖可以反过来变遮光罩，我之前有买过，还蛮酷。这个是 Canon， 从 A1、F1 到 A1 都有。像这些一些旁轴相机的价钱还可以哦，像这台也是最近我们有介绍柯尼卡 C35EF， 台湾的二手价格大概是2000多，那这边日币9000换算下来就不到2000台币啊，是可以考虑看看。商品分级好像也是跟其他店家一样的 ABC 啊，只是它这边有特别写 J 的这个啊，像这个 Junk 就是坏掉零件机的意思。家里那台很少见的路来 Flex SL35N 啊，它这边都有。这边到底还有什么找不到？我真觉得他们品相很齐，你光是 QBN 接环的镜头，在台湾的店家应该就很难找。哇，这边竟然有好几颗，哇，真的很猛哎！这是我的那颗51.8路来，之前那台 Auto Race 也有。刚刚看了一下，它前台有写说明啊，就他们这边的商品有分成中古品跟委托品。那中古品就是应该是他们收来的二手相机，委托品应该就是人家寄卖在这边的意思啦。那如果你想要来这边的话，他们是有免税服务，但就是只有中古品是可以免税，然后委托品的部分好像就没有办法了，大家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然后这间也是少见看到有卖这种底片摄影机的店家啊，其他间大部分都是一些135啊、120相机而已。大家有来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它放在一开门口进来的第一排的最下面。整体看下来，柠檬社可能是这整趟行程造访的店家中底片相机款式最齐全的一间了。价格方面则是浮动很大，有的型号比台湾稍微便宜，有的却贵上许多。例如路来 35T1 和 Contax TVS1 价格都远超台湾，所以这方面没办法给它太高的分数。柠檬社也有贩售底片胶卷，但种类不多。柯达和富士基本款的价格也偏高，不过相机品相丰富度真的没话说。想要挖宝市面上少见的相机型号，并且没有严格预算压力的话，很推荐特别来逛逛哦。然后因为刚好顺路经过涩谷这边啦，那这边有一间底片冲印店家叫做 Photo Vino， 来都来了，我就特地绕过去，再来送洗这趟拍的底片好了。那这次总共就是会送洗普派相机，还有这间 Photo Vino， 它直翻过来应该就是上野相机店啊。来给大家比较看看这两间东京的底片店家冲扫出来的品质跟价钱有什么不一样。Photo Vino 位于东京涩谷，从涩谷车站步行过来，大约10分钟即可抵达。是一间网络上蛮多人推荐的底片冲印行。小小的店面相当有在地的亲切感，也有贩售基本款彩色负片，不过价格就比富士和三宝相机来得昂贵了。这边有附上他们的冲扫价格表，当天我冲洗一卷柯达负片的价格为日币1650元，他们会使用 email 传送档案取件连结。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日本底片行使用的档案传送平台多为 Gigafile， 打开页面滑到最底下，点击档案名称就可以下载照片。在这里也附上实际的冲扫成品，给大家提供参考。好啦 ，OK， 那我人呢现在在中野这边，因为待会要去找我朋友继续跑我们的行程了啦。那这次的底片开箱大概就是到这边。总结来说，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来东京的目的，你主要就是想要来捡便宜的话呢，我是蛮推荐去新宿那边的新宿中古相机市场那边去挖宝看看，它里面品相蛮多，而且就是价格也蛮优惠。我在那边就买了一台相机嘛。那你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价钱，但你想要买到品相比较好一点的相机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
像第一间的北村写真机店，然后中野的富士屋啊，或是自由之丘的三宝相机。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品相也多，价钱也还可以接受，比较均衡的选择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看看位于银座的柠檬色这样。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要来买相机，也是想要买一些特别底片，回去台湾或者在日本拍拍看的话，我觉得在富士屋和三宝相机都有蛮多选择可以去看看的。自由之丘的普派相机店的话，我觉得它的相机可能就不是它主力的项目啦，重点是它有一些很可爱的文创小物啊，尤其是我觉得价格有包含冲扫服务的那个底片，我觉得很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这次也实际拍了一卷，然后在普派那边做冲洗嘛。这样真的要说一下，这个都是我的主观感受。如果你自己有来过这些店家，觉得评价跟我讲述的不一样的话，我觉得当然是以你的感受为主啦。当然这边也只是给大家做一个行前建议这样子。那如果有什么我这次漏掉没有讲到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的，或是你想要推荐什么其他我没有去到的店家。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近期内我应该是不会再来东京了啦，就是即使来这边可能也是专心玩，不会特别再拍一集这样的节目，除非之后有去到其他的国家，可能可以再介绍看看有没有其他地区的一些很优质的底片店家。那大概就是这样啦，我们是写真浪漫旅，欢迎跟我们一起寻找生活的浪漫，下次见喽，拜拜。